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。AI 相关半导体股票最近波动明显加剧，有人认为这是新的机会，也有人认为这是风险的开始。现在应该继续追高，还是等待回调逢低布局呢？甚至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做空的时候？这可能是最近美股市场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了。而对于已经持有半导体股票的投资者来说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当股价已经上涨了很多之后，到底应该继续持有、继续加仓，还是适当降低一些仓位，锁定利润呢？今天的这期视频，我想结合最近的几笔真实的操作，聊一聊我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。首先是上周五7月10日，我最新的两笔操作，再次减仓了 AMD，同时新建仓了 Netflix。关于 AMD 的看法，我在之前视频里已经多次讲过，不再赘叙。减仓这只股票主要原因有两个，一是因为股价上涨导致的仓位占比太大，多次减仓后，现在依然占总仓位的17%。第二是市场对于这只股票的预期很高，Forward PE 已经达到了60多倍。与此同时，我新建仓的 Netflix 最近股价有大幅的一个回调，截止上周五我建仓时，Netflix 的 Forward PE 已经下降到了大约21倍左右。相比过去几年30倍甚至更高的一个估值水平，我认为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区间。这次建仓 Netflix，一方面是看好公司未来的一个长期的发展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降低我组合中半导体板块的一个集中度，让仓位组合更加均衡。这是 Netflix 近半年的一个技术图形。我这次买入 Netflix 并不是因为它的技术图形很好看，反而因为股价已经跌破了20、30、50日均线，均线是呈空头排列的，属于明显的下降趋势。如果我是一个以技术分析为主的交易者，大概率是不会在这个位置买入的。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企业的长期价值和估值变化。对我来说，与其等待技术图形，完全走好之后，特别是对于长期的技术图形，那可能我需要届时再追高买入。那我的选择是更愿意在市场情绪较弱、估值逐渐合理的时候分批建立仓位。但我只是开始建仓，而不是一次性的买满目标仓位。我的习惯是初次建仓通常不会超过预期最大目标仓位的25%。这样做的好处呢是，继续即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对整个组合影响也是有限的。如果未来估值继续下降，出现更好的一个买点，我依然有充足的资金继续去做加仓。我买入 Netflix 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股价明天就会上涨，相反，我完全的接受一个未来几个月股价继续下跌的可能性。所以无论是这次建仓 Netflix，还是我近期建仓的 Meta 和 Toyota，第一次买入并不代表我已经下了最终的一个结论，后面我还会继续持续跟踪企业的基本面变化、一个估值的变化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，再决定是否继续加仓持有或者调整。所以，请大家不要把我的一次性建仓买入理解成一个重仓压注，或者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机会，因为每个人的资金规模、风险承受的能力、投资的目标和持仓的结构都不同。对我来说，控制仓位永远比预测市场更重要。我可以接受第一次买错，但我不会允许一次买错就让自己陷入一个大的风险。先建立合理的仓位，再让市场和时间给出答案，这一直是我比较习惯的投资方式。如果回顾一下我最近的操作，包括 AMD 的持续减仓、ASML 的清仓、建仓 Toyota、建仓 Meta 和最新建仓的 Netflix，这其实是在做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优化我的持仓结构，降低组合的一个集中度，寻找风险收益比更合理的一个资产。特别想强调一点，最近这些操作绝对不代表我看空半导体行业。
事实上，截止目前，半导体相关资产依然占到我整个投资组合大约1/3左右的仓位，依然是我最大的行业配置方向之一。我依然认为 AI 相关投资是未来很多年的一个长期趋势，无论是 GPU、服务器、数据中心还是半导体设备，长期的发展空间依然非常巨大。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我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操作，那就是我依然看好 AI 和半导体的长期未来，但我希望通过更均衡的一个资产配置，让投资的组合拥有更稳健的一个未来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